嗨，大家好。就算30岁的股市新手，今年才开始学习投资，之后只要每个月固定投资6000元，40岁的时候一样可以领到每年40万的股息。是什么方法这么的神奇？其实这只是运用一个简单的投资策略，就是双重复利投资策略。我把它简称为 CIC 投资策略。相信各位在看完这2期影片之后，也会运用此方法为自己创造惊人的被动收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这是一个致力于探讨投资理财、财富自由等等有关财富的平台。在 Kevin 专注学习与财富相关知识的同时，也就这个平台将 Kevin 认为有用的财务知识分享给各位，相信对各位一定会有所帮助。那么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在开始讲解 CIC 投资策略之前，我想跟各位培养一个共识。那请问一下，各位投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钱太多想要花掉？我相信不是。赚钱吗？如果只是为了赚钱，那其实只要定存就好了。正确来说，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钱来帮我们赚更多的钱，然后尽可能的提早退休。maybe 可能45岁或者是50岁就可以退休享受人生。如果以目前的各位学习投资，并不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，或是想要提早退休，那现在就可以把影片关掉，因为后面的内容对各位就不会有任何的帮助。那如果认同让钱滚钱以达到提早退休这个观念的，并想继续听 Kevin 分享有关于这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惊人的投资策略的人，可以留下来。那我这边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思考，5、4、3、2、1。OK， 好，相信现在留下来的各位都已经有跟 Kevin 培养一个共识，我们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钱尽量为我们赚更多的钱，并达到最终的目标，也就是财务自由、退休、享受人生。所以我们投资的时候，就是要保留这个核心的概念，也就是钱滚钱。那要如何让这个核心的概念10成马力的运转起来？其实这很简单，就是在股市上投资股息股。那投资股息股基本上有3种方式：第一种单利投资策略，第二种复利投资策略，第3种也就是投资高手通常在使用的，也就是双重复利投资策略。这边我们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。如果现在有个投资标的，它现在每股100元。并且今年可以配发5元的股息，那它的殖利率就是5%。那如果我们现在有10万元，我们投资在这个标的，用这3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投资10年的话，那会有怎样的效果？第一种投资策略，单利投资策略，这就是新手最常使用的投资策略，也就是把每年拿到的股息领出来。如果今年配发每股5元的股息，第1年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领到1000股去乘上每股5元，也就是5000元的股息。那第2年的时候，我们一样也是只能拿到5000元的股息，这样10年的总收益就是10去乘上5000，也就是5万元。第2种投资策略，也就是复利投资策略，也就是我们把每年拿到的股息再投入同一个标的进行投资。那要如何操作？基本上第1年操作跟单利一样哦。第1年我们拿到的股息是5000元，然后我们实行股息再投资，所以我们再把5000元买入同一个标的的话，我们可以买到50股。所以领完股息之后，我们身上就会有1050股。那第2年的时候，如果每股一样照样配发5元的股息，那我们就可以得到1050去乘上5，也就是5250元的股息。然后这样持续投资10年的话，我们的总收益可以达到62889，然后并且在第10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拿到7756的利息。由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复利跟单利相比，在第10年时，复利的收益已经超过单利20%以上，并且在每年领的股息已经相差了50%以上了。两者累积财富的速度相差之大，随着时间越拉越长，会越差越多。难怪安逸市场会说，复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。而这2种投资方式，除了财富累积速度的不一样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那就是心态的部分。单利的话就比较偏向于及时享乐，那复利的部分的话就像是倒吃甘蔗。而前面我们就有取得一个共识，也就是让钱滚钱，并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，提早退休，享受人生嘛。这样我们当然要选择复利投资策略。既然大家已经决定要放弃及时享乐，决心要保持着倒吃甘蔗的态度，持续的投资下去，那这边 Kevin 就来跟大家分享第3种投资策略。双重复利投资策略，双重复利投资策略是复利投资策略的进阶版。那双重复利投资策略除了运用前面复利投资策略的股息再投入之外，我们还要特别注重股息成长。股息成长就是每1年发的股息会比前1年还要多。用前面的例子来看，第1年跟复利单利一样，第1年结束就可以领1000股去乘上5，也就是5000元。但第2年股息增长，如果我们设为股息增长5%的话，那每股就会配发5.25元的股息，
而殖利率依旧是5%的话，那股息就会来到每股105元。那第2年可领的股息就是第1年的股数，也就是1000股，再去加上股息回购的股数，也就是5000去除上105，然后乘上5.25，也就是现在每股配息。所以我们第2年可以拿到股息是5500。这2个结合就是股息再投资，也是第1个复利，再去加上股息成长，也就是第2个复利，就会形成双重复利投资策略。这边有可以看到，双重复利投资策略简称为 CI7 投资策略。那 CI7 投资策略跟单层复利投资策略相比，在第10年的时候 ，CI7 投资策略它的收益已经超过单层复利投资策略的20%以上，它达到了将近8万块哦，并且在第10年的时候，它可领的股息差距也超过了50%以上。就是双重复利投资策略，它大概可以领到11700块，那单层复利投资策略大概只能领到7000块。我们将这3个投资策略合并成一个表格，我们一起来比较。双重复利投资策略，也就是 CI7 投资策略，它不管是在第10年的总收益，或是第10年可领的股息，都是远远的超过于复利投资策略和单利策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双重复利投资策略可以让我们的投资绩效最大化。影片到此，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重点。第1个重点，我们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钱滚钱，并且尽早的退休，享受人生。所以我们要抱持着怎样的态度？也就是倒吃甘蔗的态度。第2个重点，钱滚钱的投资策略有3种，第1种叫做单利，第2种叫做复利，第3种叫做双重复利。那么这3个投资策略的一个收益来看的话，双重复利投资策略是大于复利投资策略，并且大于单利投资策略。双重复利投资策略，也就是我们的 CI7 投资策略，它就是股息再投入，再去加上股息增长。那片头我们有提到，就算30岁的股市新手每年投资6000块，到50岁的时候，照样可以每年领40万的股息。这就是运用 CI7 投资策略。但就算各位现在知道这个方法，还是会有一些疑问，就像是台股可以运用这个方法吗？像是0056或是玉山金，这个大家常见的一个存股标的。第2个，那要在哪里投资才可以极大化的运用 CI7 投资策略呢？第3个，有没有推荐的方法可以找到这些适合 CI7 投资策略的标的呢？第4个，如果我手头更充裕的话，我每个月可以存1万块，那我20年后我的股息大概可以领多少？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期影片一起揭晓。相信各位在看完这2期影片之后，也能轻松达成年领40万的股息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